人欢喜有人忧，江爷爷今天来上海，开心的与粉丝们见面打招呼，而永宽只能留在韩国照顾宝家。永宽都快要嫉妒坏了，为什么每次都是自己留在韩国？这多亏了江爷爷年轻的时候来中国学过中文，也只怪永宽不懂中文。不过老宋头看上去也并没有太沮丧。江爷爷在和粉丝们见面时，老宋头正在拿着胡萝卜钓。今天中午，爱宝和瑞宝都回家了，今天不想回家的成了辉宝。老宋头便拿着小苹果来到园区，有些疑义说老宋头是因为江爷爷自己去中国了，园区又没人管自己了。不过辉宝在看到爷爷手里的小苹果后，又觉得回家也挺好的，于是开始下树。下树的同时，眼睛一直盯着爷爷手里的小苹果，而老宋头就这样拿着小苹果，一点一点吸引着辉宝。辉宝走着走着，越发不对劲，感觉自己再走下去跟毛驴有什么区别？自己可是国宝。辉宝小脑筋一动，转身坐下了，表示爷爷要是不给小苹果直接喂进嘴巴里，自己是不会回去的。老宋头也赶紧妥协，以免辉宝生气了。不过辉宝信守承诺，吃完小苹果后就往家走了，而老宋头也该回去看江爷爷，给自己发了个最新消息。宋3岁今天给乐宝安排了一个巨型磨牙棒。中午乐宝正四脚朝天的睡着觉，听到宋3岁说有什么巧克力棒，乐宝立马就醒了。乐宝爬起来看向宋3岁，问巧克力棒是什么呀？能吃吗？宋3岁让乐宝稍微醒一醒，自己回去给乐宝拿。很快宋3岁就拿着一根大竹筒过来了。宋3岁称之为巧克力棒，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根大号的磨牙棒。乐宝面对大号磨牙棒没有着急玩耍，而是一屁股坐了上去，给其打了个标记，之后才抱起来玩耍。乐宝这大体格子在这巨型磨牙棒前都显得有些娇小了。宋3岁表示自己已经给这根毛竹打磨得很光滑了，乐宝只需要尽情的玩耍就可以了。乐宝抱着磨牙棒直接开，这也是对宋3岁礼物的最大敬意。但是毛竹的竹筋实在是太坚硬了，就连大熊猫都好像对其有点拿捏不了，反而还不小心给乐宝塞牙了。乐宝用手给自己抠了抠牙缝，之后乐宝便不玩了，心想这个家伙差点给我牙齿崩掉了，但乐宝又舍不得将其抛弃。乐宝换了个姿势后，又将其抱了起来，躺在小亭子上抱着它。不过宋3岁则教乐宝，不行的事情要学会适可而止才行。一会儿自己给乐宝将这巧克力棒劈开，再拿给乐宝玩耍。宋3岁说到做到，很快就给乐宝把刚才的巧克力棒劈好了。不过宋3岁先拿了一捧给爱宝，爱宝对着竹筋仔细的闻了闻，然后浅浅的尝了一下，感觉味道还不错。在爱宝和乐宝来韩国之前，他们就是经常吃毛竹的。这久违的味道让爱宝的意识一下恍惚了，因为以前吃的这种竹子自己是需要剥皮的呀，怎么这些竹子没有皮了？这让爱宝一时都不知道这竹子该怎么吃了。爱宝又思索了一会儿，等完全搞明白了才继续开吃。一会儿，宋3岁又给瑞宝和辉宝拿来一根，让姐妹俩也品尝了一下。谨慎的瑞宝和爱宝一样，对着竹子闻了又闻，检查其到底能不能吃。辉宝这时也凑了上来，帮着姐姐检查。瑞宝和爱宝一样，等完全确认这根竹子可以吃时，才开始对其进行品尝。而辉宝则不需要考虑这么多，辉宝看到姐姐都吃了，这肯定是能吃的。爱宝吃着吃着竹子，这时看到瑞宝正在吃毛竹，转身走了过来，给瑞宝手里的毛竹抢了过去。看来爱宝还是很喜欢毛竹的味道。最后是乐宝这里，乐宝这里看到奶爸拿来毛竹，一点前摇也没有，直接接过来就开吃。乐宝这是对毛竹最大的肯定，乐宝给每一根毛竹都吃得很干净。这久违的味道，不知道有没有给乐宝拉回到小时候的记忆里。乐宝今天突然着急下班了，看来木架对乐宝来说已经过了留恋期了，也可能是冬天到了，到了大熊猫所喜欢的季节，温度一下来，宝家全体成员都变得活跃了。乐宝转了一圈，发现这时通道门还没打开。乐宝围着园区走了一圈，来到了自己自动马桶上。这是乐宝在园区开发的最有用的工具，青团不会堆积，而且自己还看不到。等乐宝铲完青团，溜达一圈回来，这时刚好通道门也打开了。乐宝走进通道门回了家。而今天上午，瑞宝和辉宝打的配合，直接给将爷爷迷惑了。辉宝在通道门口吸引着爷爷，瑞宝这在小亭子上大口大口啃着妈妈的胡萝卜，这波配合的默契，爷爷根本没发现。此时瑞宝正在啃爱宝的胡萝卜，而辉宝这波也只是无心之举，单纯想跟爷爷玩耍一会儿而已。瑞宝这里大口大口啃着胡萝卜，现在瑞宝的牙齿发育的越来越全，胡萝卜被瑞宝啃了一段时间，明显有在变小。一会儿，瑞宝看到辉宝来了，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辉宝的动作。瑞宝熟练地将胡萝卜藏进嘴巴里，打算将其带走转移阵地，但是胡萝卜太大，根本藏不住。
不过好在辉宝好像没有注意到瑞宝嘴里的胡萝卜，兜兜转转了一圈。辉宝离开小木床，去到了小亭子上。辉宝走了，瑞宝这里又可以放宽心吃了。而爱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吃不完。就这样，瑞宝今天独自享用了一整块大胡萝卜。别喂了，别喂了，嘴巴里面都要放不下了。在宝家有一种饿了，叫做姨母，觉得你饿了。辉宝左手拿着胡萝卜，右手拿着竹笋，屁股后面还有一块更大的竹笋。圣熙姨母让姐妹俩敞开了吃，表示不够还有，给辉宝手里塞得满满的后。圣熙姨母给藏在小树桩后面的瑞宝拖了出来，并将大竹笋放在瑞宝身上，让瑞宝别忘记吃。姨母刚忙完瑞宝，而辉宝这里又给胡萝卜扔地上了。圣熙姨母给辉宝的胡萝卜拿去饮水盆清洗。就在姨母清洗胡萝卜时，辉宝懂事的坐了起来，面朝着姨姨们，这让两个爷爷一时摸不着头脑。两个爷爷怎么教都教不会，居然到了圣熙姨母这里，自然而然的就给学会了。而从姐妹俩啃咬竹笋的样子来看，姐妹俩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进食一些竹笋和胡萝卜，以及这些比较软的食物了。辉宝这里没一会儿就给竹笋啃去了大半。果然有些事情就得让女生们自己解决，女生理解女生，不会难为彼此。一会儿姐妹俩吃饱，又给依依整起了活。瑞宝此时看到妹妹上树，于是也想爬上去玩耍。辉宝看着姐姐这架势，以为是来揍自己的呢，手上的竹笋都吓掉了，急忙阻挡住姐姐。而瑞宝则给自己挂在了绳子上。瑞宝趴在绳子上的模样和小龙女，而且不得不夸赞一下瑞宝的平衡能力，在绳子上平稳得很，根本不会掉下来。等瑞宝想下去时，也很是轻松。就这样抓着前面的小树，轻松给自己摘了下来，动作一气呵成，简直不要太丝滑。最近江爷爷开始了他秋日里的农忙，前2天江爷爷收获了许多的苏子叶，这2天江爷爷又在自己的小农场里种植上了香菜、芝麻菜、菠菜。江爷爷也不知道这时候种是不是已经过季节了。江爷爷表示自己使了很大的力气翻土，使它们发芽。江爷爷感谢这1年大自然对自己这个新手小农夫的指导和照顾，让自己收获了很多可口而美味的蔬菜。有这纯天然自己种植的蔬菜，江爷爷1年下来都不用去超市里买菜了。在文中，江爷爷还分享了自己制作的苏子叶美食。江爷爷表示，苏子叶就相当于韩国人的香菜，而且苏子叶不仅可以用来做调味品，还可以直接用来做包饭。对于苏子叶的种植和收获，江爷爷很有经验。江爷爷表示，只要在原地的一侧种上10棵，就能达到自己一家人苏子叶自由的程度。对于苏子叶的种植，则是在春天播种，苏子叶发芽率很高，而且没有虫害，是可以让新手农民放宽心的蔬菜。江爷爷常常讲自己对种菜是个新手，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种植时的感触。江爷爷为自己一家人都喜欢苏子叶而感到幸福，或许这就是陪伴的意义，也是江爷爷喜欢种植的原因和动力。江爷爷表示，起初自己的妻子并不喜欢自己的园地，但自己却对园地情有独钟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想要打造一个一家人都喜欢的地方，于是自己开始专注观察，种植一些家里人喜欢的东西。江爷爷便先从自己的妻子开始，结合自己妻子的喜欢，种植了很多妻子喜欢的植物和蔬菜。自那之后，妻子就开始喜欢和自己一起去园地了。江爷爷表示，自己的妻子特别喜欢花，所以自己每到季节就会在园地里种植观赏用的花。慢慢的，为了自己妻子来时方便，江爷爷牵来了电，弄来了地下水，以及搭建了一个卫生间。这都是江爷爷让自己的妻子喜欢自己的园区而一点一点去做的。而现在这个园区，江爷爷表示已经逐渐成了自己和妻子2个人的幸福空间。江爷爷讲，如果想让某人留在身边，不仅需要有一起努力的心，还需要为对方考虑和努力。不只是人类，乃至动物和植物以及非生物也都如此。